娘总算醒了，奴婢们都快吓死了。这哪儿？娘娘，拍戏？我什么时候进组了？娘娘这是怎么了？娘娘别怕，您是在长宁宫，奴婢是双兰，是您身边伺候的人。您刚从床上醒来，有些不适。长宁宫？是，娘娘，这里是您的寝宫。我是谁？娘娘，您别吓奴婢。头疼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快去请太医。先别去，我不想见太多人。你先告诉我，我叫什么？今年多大？家里几口人？现在是什么处境？娘娘归名于西涧，今年20，是承恩公府的姑娘，入宫不久便被册为皇后。如今先帝驾崩，陛下登基，您已是太后娘娘。太后娘节哀。我20成了寡妇，还升级成太后。娘娘说什么？哀家只是悲痛太甚，一时回不过神。娘娘可千万保重凤体。不是梦，娘娘可是哪里疼？不是疼，是命运太突然。娘娘，奴婢还是请太医来瞧瞧吧。不用，你继续说。陛下多大？陛下今年8岁，先后所出，先后早逝，先帝亲自教育陛下。如今陛下年幼，先帝遗诏让娘娘与司礼监掌印共同辅政。共同辅政？这个司礼监掌印是谁？掌印名叫方锦宪，先帝最信任的人，如今朝中大小事务多由他处置。他凶吗？掌印大人威严慎重，就是很凶。我现在是太后，是不是可以不早起啊？是不是没人能随便吵我睡觉？若无要事，自然无人敢惊扰娘娘。是不是吃穿用度都有御膳房和内府供着？这是自然。哦，哀家要静养。是，娘娘刚醒，确实该好好静养。若是承恩公府来人呢？承恩公府，娘娘的母家。那就说哀家悲痛到不识人了。娘娘，哀家现在确实不识人。娘娘，太医先前开的安神汤还温着，您喝些。苦吗？有些苦，那先放着。娘娘，小厨房熬了精米粥，还有蜜蒸山药，这个可以先来。娘娘慢些。娘娘从昨夜起就没进东西，能用些便好。好喝，宫里每天都这么吃。娘娘喜欢什么，小厨房便做什么。好地方。娘娘，你以前不爱这样说话。我不是失忆了吗？奴婢失言。没事儿，你多说点，我才能想起来。比如我以前爱干什么？娘娘从前性子温顺喜静，不爱与人争辩。入宫以后，常看书抄经，也常听家里人的话，挺孝顺。只是娘娘入宫后总不太开心。为什么？娘娘不说，可奴婢看得出来。娘娘夜夜睡不安稳，常对着窗外发呆，也不爱用膳。她过得不好啊。娘娘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那从今天起，哀家要过得好一点。娘娘能想开是好事。第一步，吃好。娘娘放心，奴婢这就去告诉小厨房，多备些娘娘爱吃的，甜的、热的、软的，别太油腻。是。如果有奶，可以试着加茶煮一煮，再放糖。奶和茶一起煮？对，试试看，不好喝再改。娘娘失忆后，倒是多了许多新点子。哀家这是因祸得福，唉，这才叫生活。娘娘今日气色好多了。双兰，我决定了。娘娘请说。从今日起，哀家实行3不政策。3不：不起早，若有祭祀典礼，能推就推，不能推再说。是。不操心，先帝遗诏上有辅政之责，所以不操心是理想状态。娘娘还有第3步，不多事。奴婢记下了。很好，从今天开始，长宁宫的最高目标就是清静、舒适、稳定。娘娘真不打算垂帘听政吗？你觉得我像会听政的人吗？娘娘是太后，你看我20岁刚失忆，悲痛过度，身心俱疲，让我去听一群老头吵架，合理吗？好像也不太合理。对，所以哀家此时最该做的是养好身体，少见人，少说话，少出错。娘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双兰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奴婢不敢。娘娘，御膳房送来了新式的乳茶，快拿进来。娘娘，树高您不能爬，您是太后，怎能爬树？太后就不能吃腥吗？想吃让人摘便是，自己摘的比较香。娘娘，若让外人看见，这不是没人吗？奴婢不是人吗？你是自己人，就摘2个，摘完就走。
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！娘娘，快下来！娘娘，太后娘娘好兴致。掌印也赏花，臣赏野猫。御花园东角的杏树上，最近总有野猫偷果子，胆子很大。猫猫喜欢果子也不奇怪。娘娘是自己下来，还是臣让人把树砍了？别砍！娘娘，先下来吧。你接得住吗？娘娘可以试试。这人怎么这么凶？臣耳力还算好。我是说，掌印真是沉稳可靠。娘娘谬赞。太后娘娘失忆之后，倒比从前活泼许多。掌印从前很了解哀家吗？不算了解。那就好。好。我是说，既然不熟，哀家变了些，掌印也不必太惊讶。娘娘说的有理。掌印今日来是有事？只是路过。路过长宁宫的小花园。臣路走得宽。路宽了不起。娘娘又说臣坏话。没有，哀家夸掌印耳聪口明。娘娘确实会说话。掌印若无事，哀家便回去歇着了。娘娘请。主子，要不要让人盯紧些？已经够紧了。太后娘娘今日这般，不像于氏。主子是说……再看，这个好，外皮再酥点，里面奶馅再多点。奴婢这就告诉小厨房。娘娘，您这几日胃口好了许多，人只要不用上班，胃口自然会好。上班就是去受苦，那娘娘不去。娘娘，太傅大人求见。谁？娘娘的大伯于洪大人。果然，快乐都是短暂的。娘娘可要见？见吧，该来的躲不过。臣参见太后娘娘。大伯不必多礼，坐吧。娘娘，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大伯，尝尝吗？新做的，味道不错。娘娘还吃得下？那我自己吃。朝中已有7份奏请太后垂帘听政的折子，全被司礼监压下了。方锦溪此举是要架空娘娘，架空余家。娘娘，您可不能再坐视不管了。哦，那就不垂帘呗。娘娘说什么？垂帘听政听着就累，帘子后头也闷。哀家身子不好，腰也不太行，坐久了难受。娘娘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，不想上，不想听政。先帝遗诏明明白白写着，由太后与司礼监掌印共同辅政。如今批红特权被他独自把持，朝臣要见陛下，也需经司礼监。长此以往，朝堂只知方景彦，不知陛下，更不知太后。那不是挺省心？省心？哀家什么都不懂，万一听政定错了，岂不是更糟？不懂可以学，娘娘身后有余家，臣与您父亲、兄长都会辅佐您，您只需坐在帘后，点头、摇头、用印，剩下的自然有人料理。原来只需要点头摇头。正是，娘娘是太后，名正言顺，余家也会护着您。可我怕。怕什么？那些大臣凶，掌印也凶。哀家一介女子，年纪又轻，什么都不懂。真坐到朝堂上，他们若是质问哀家，哀家该怎么办？有余家在，没人敢欺您。可掌印敢啊！他不过是个内臣。他看哀家一眼，哀家都腿软。上次御花园，哀家不过在杏树下站了站，他就阴沉沉地看着哀家，想要把哀家拖去埋了。娘娘，您是太后。大伯，您别逼我，我真的不行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连奏折上那些字都认不全，去了也是丢人。余家送您入宫，不是让您在长宁宫吃点心看花盆的。我知道我没用，我辜负了家里，可是我真的害怕。大伯骂我，我更害怕了。你，大伯若一定要我去，不如先给我几个月，让我缓一缓。我头还疼，记忆也乱。若此时被推到朝堂上，我怕自己当场晕过去。娘娘这是在拖。我是在保命。哀家不是不想帮家里，是怕帮倒忙。娘娘若当真害怕，臣可以再给您些时日，但您记住，余家是您的依仗，您不能永远躲着。
哀家知道。臣先告退，娘娘好好想想。大伯慢走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好奶，娘娘哭得真像。这是打工人必备技能。又是打工。算了，你不懂。掌印什么时候来的？奴婢参见掌印。从娘娘哭到保命时，那掌印来的还挺巧。御花园东角那棵杏树，最近总有野猫爬上去偷果子。是吗？那野猫还挺有眼光。娘娘觉得这野猫该如何处置？猫猫那么可爱，为什么要处置？它偷东西，可能只是饿了。它狡猾，白天睡，夜里出没，还会装可怜。那就给它放点小鱼干。娘娘心慈，哀家一向如此。臣已命人把那棵杏树砍了。什么？免得野猫再爬上去摔断脖子。那树招谁惹谁了？娘娘这是替树鸣不平。没有，哀家只是觉得万物生长不易。娘娘倒是懂得怜惜万物。掌印今日来，不会只是为了说树吧？自然不是。那是明日起，陛下辰时3刻在文华殿读书。好，哀家会让人督促陛下早起。娘娘也去。哀家是。哀家去做什么？娘娘不是怕大臣，怕掌印，怕做噩梦吗？那也不用去读书吧？怕就学，学明白了便不怕了。哀家身子还没好。文华殿有椅子。哀家失忆，记性不好，正好重学。掌印这是要逼哀家，掌印这是要逼哀家。臣是在替娘娘分忧。强制上学也叫分忧？娘娘不愿。愿怎么不愿？哀家热爱学习。娘娘此话听着不像真心。掌印可以选择相信。那臣明日文华殿恭候娘娘。一定要辰时3刻。娘娘若迟了，先生会罚。罚哀家？学堂之中人人守规矩。哀家是太后，太后更该为陛下做表率。还有一事。什么？长宁宫里的人，臣会让磨坊重新合一遍。娘娘若要装失忆，最好装得更像些。掌印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臣只是好奇，娘娘到底是忘了从前，还是压根儿不是从前那个人？不是从前那个人。掌印慎言，掌印这话，哀家听不懂。听不懂便罢，明日辰时3刻，莫迟。娘娘，掌印他在试探我，那怎么办？先活过明天再说。娘娘，您真要去文华殿？不去能行吗？树都被他砍了。这都是我要记的。娘娘先记几位要紧的：陛下、掌印、太傅、承恩宫、夫人，还有几位内廷长侍。这也太多了，奴婢会慢慢给娘娘讲。方锦燕平日住哪儿？司礼监直房，有时在宫外掌印府。离长宁宫远吗？娘娘问这个做什么？知道危险谷位置，方便避雷。知道危险谷位置，方便避雷。避雷就是躲他。娘娘恐怕躲不开。掌印如今掌着司礼监，宫里许多事都要经过他。我不想干了。娘娘，上辈子卷死在宫位，这辈子当太后还要上学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娘娘若实在怕，明日奴婢陪您去。你真好，双兰，以后咱俩一条船上，要是我哪里说错了，你提醒我，奴婢明白。明日文华殿除了我和陛下，方锦宪也在，多半会在。那我必须稳住。娘娘可以的。对，我可以，只要不主动搞事，保持低调，装傻充愣，总能活下去。娘娘已经不傻了，傻点才安全，傻点才安全。主子，长宁宫那边已按您的吩咐查过，太后醒来后确实言行大变，贴身婢女只说娘娘失忆。失忆？太医那边说悲痛过度伤了心神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太医真会说话。主子觉得太后有问题？你见过哪个悲痛欲绝的人醒来第一件事是问能不能睡到日上3竿？这……还有御花园那棵杏树，他爬得很熟练。太后娘娘从前不会爬树，于是从前走路都怕踩死蚂蚁。主子是怀疑？先查他入宫前所有事，何时学字，何时学字，何时洗礼，平日见过哪些人，有没有学过戏，有没有突然接触过什么世外之人。是。我倒要看看
再查宫里近些年有无借尸还魂、死而复生、邪术入体之类传闻。主子，怕什么？人也好，鬼也罢，坐在太后位置上，总要看他值不值得留。属下明白。不过他今日装哭，倒是有趣。这宫里终于来了个会唱戏的。娘娘，该起了。几点了？娘娘，天还没亮。要洗漱、梳妆，用早膳，再去文华殿。迟了先生会不悦。迟了先生会不悦。先生不悦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掌印也会不悦。洗漱。是。这张脸确实能当太后。娘娘本就美，美也要上学，没用。娘娘今日去了文华殿，少说多听便好。没错，不主动发言，不发表意见，不与方谨言对视。为何不与掌印对视？他眼神有压迫感。娘娘只要端庄些，掌印也不能如何。端庄，我会。娘娘，早膳备好了，先吃饭。上战场前得吃饱。他怎么这么早？主子，稳住！你迟了半刻，你迟了半刻。路上风大，走得慢了些。你今日睡得可好？尚可。我昨夜倒是没睡好。掌印辛苦，想了许多事。朝政繁忙，掌印操劳，是天下之福。你现在说话比昨日更有气度了。人总要进步。请进。又阴阳怪气。我听见了。我说大人勤政爱民。辛苦你了。太后，不必多礼。太后今日也来听课吗？是，我来陪陛下一起听。是伴读。对，伴读。对，伴读。你既然来堂听，也该遵守学堂的规矩。先生请讲。今日你第一次来，就先站着听半个时辰吧。站着？迟到者理应受罚，所有学生都一样。学生领罚，哀家也领罚。娘娘果然热爱学习。掌印不说话，没人当你哑巴。娘娘又说臣坏话。没有，哀家在背书。陛下，今日讲齐桓公与管仲。齐桓公不计前嫌，任管仲为相，终成霸业。此为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先生，管仲曾辅佐公子纠，齐桓公为何还能信他？陛下问得好，识人者不只看前尘，识人者不只看前尘，更看此后所终。哦，娘娘云，哀家，娘娘既来听课，总该有所得。哀家以为能不能信，不只看这个人说什么，还要看他做什么。嘴上说忠诚很容易，真正能把自己的利益与君主绑定，才算可信。娘娘见解倒是清楚。娘娘不像什么都不懂。哀家只是听先生讲得好，胡乱说两句。胡乱说也能说到点上，娘娘聪慧。掌印过奖。陛下今日便记住一句：用人之前，先看心性，后看才能。学生记下。娘娘腰不适？没有。娘娘方才扶了3次腰。娘娘方才扶了3次腰。掌印看得真仔细。臣奉先帝遗命，辅佐陛下，也照看娘娘，自然要仔细。照看还是监视？娘娘觉得呢？哀家觉得掌任尽忠职守。娘娘怕臣？怕。娘娘倒是承认得快。不承认有用吗？娘娘怕臣，为何还敢骗于红？掌印又提这个。臣只是想知道，娘娘到底想要什么？哀家想要清静，想睡好觉，想吃热饭，想不被人推着走，想活得轻松一点。御家也好，朝堂也好，掌任也好，都别把哀家当棋子。娘娘说的直白。因为哀家真的很累。人在这个位置上，清静不易。所以哀家才想装傻。可娘娘装的不好。所以哀家才想装傻。可娘娘装的不好。那掌印教教哀家。可以。什么？
娘娘若想活得舒坦，便不能真的无权无势，怕麻烦就要先有让麻烦绕道走的本事。掌印这是又要劝哀家干活？不是劝，是通知。你这人说话真不讨喜。臣自知。陛下需要我吗？需要。掌印需要我吗？暂时还不知道。掌印真诚的令人讨厌。娘娘也很有趣。哀家不想有趣。已经来不及了。双兰，我今天明白了一件事。娘娘明白什么了？这太后不是退休岗，是管理岗。娘娘今日辛苦了，我还以为能躺平呢。娘娘若想躺，奴婢让人把软榻再铺厚些。你怎么这么可爱？奴婢只是想让娘娘舒服些。你怎么这么可爱？奴婢只是想让娘娘舒服些。文华殿以后每天都要去，掌印既开了口，恐怕躲不掉。娘娘今日在文华殿说得很好，陛下看您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那孩子倒是乖，陛下从小缺人疼，他叫我太后，陛下还没习惯，我也没习惯。娘娘慢慢来，只能慢慢来。娘娘，没什么，给自己定个小目标。主子，太后入宫前的事还在查，承恩公府那边口风很紧，暂未查出异常。继续查。主子今日在文华殿试探过了，如何？胆小懒，怕麻烦。但脑子清楚，心不坏，也没有瑜伽的野心。那主子打算留他？先留着。是。先留着。是。他若真想清静，就更该学会握住自己的命。主子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明日文华殿照旧。是。不上班，不听政，哀家不想听。娘娘放心，今晚没人吵您。不上朝，不听政，也不上学。娘娘连梦里都惦记这个。不必通传，朕自己进去。陛下，娘娘已经睡了。朕知道，掌印说朕该多亲近太后，培养母子情分。所以陛下这是？朕来和太后一起睡。掌印还说，若想和人亲近，晚上也要说话。朕可以进去了吗？自然可以，只是娘娘睡得浅，陛下进去时清些。朕知道。陛下进去时清些。朕知道。太后，再改，我明天讲。太后，醒醒！谁？是朕。陛下，你半夜站床边做什么？来睡觉。在哪儿睡？这里。双兰，奴婢在。这怎么回事？陛下说，掌印交代要与娘娘培养母子情分。又是方锦县。掌印说，朕今后可以常来长宁宫，你若愿意，朕也可以每晚都来。大可不必。你不愿？不是不愿，是陛下都8岁了，已经是个很大的小朋友了。朕是皇帝，已经是个很大的小朋友了。朕是皇帝，不是小朋友。行，大皇帝。可大皇帝半夜抱枕头来找哀家睡，总有点不合规矩。可朕没有母后。掌印说，你现在是朕的母后，朕可以来。上来吧，只这一晚。多谢太后。你还挺将就。朕一直很讲究。行，那睡吧。掌印说，培养母子情分之前，还要先聊天。他真是生怕我睡着。你不想和朕说话吗？想，说吧。陛下想聊什么？朕想听故事。也是掌印说的。他说，你应当会讲。他倒是会安排。那你会讲吗？会一点。你想听什么？掌印说，你或许知道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。他还真会借孩子传话。掌印还说，若你讲不好，明日他可以亲自讲给朕听。他真贴心。你不高兴？没有，哀家高兴得很。你说谎的时候嘴角会僵。你观察的还挺细。掌印说，做皇帝要学会看人。那你以后得学着自己看，别老照着他说的看。你在教朕吗？算是吧。那朕听。行，那先不讲齐桓公，我给你讲个简单的。从前有个皇帝，特别喜欢新衣服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喜欢到每天都要换几10套，朝政都不管，就只想着今天穿什么好看。蒙他！你先听完。后来来了2个骗子，说自己能织出世上最美的布，还说这布只有聪明人看得见，愚蠢的人看不见。然后呢？那个皇帝一听多高兴啊，立刻让他们织，大臣们也一个个跑去看，可其实什么都没有，谁也看不见。
那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因为他们怕别人觉得自己蠢啊。于是，大家明明什么都没看到，却都说：“哎呀，这布真好，这花纹真妙，这颜色真高级。”高级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总之，所有人都在夸，皇帝也装自己看见了，最后干脆穿着根本不存在的新衣服出去巡游。那百姓呢？百姓也不敢说，直到有个小孩抬手一指，脆生生地说：“他根本什么都没有呀。”后来呢？后来大家才回过味儿来，原来不是自己笨，是所有人都被骗了。骗子拿了钱跑了，皇帝丢了脸，满朝文武都跟着成了笑话。你是在告诉朕，不能盲从，也不能因为怕丢脸就说假话，不错嘛。也不能因为怕丢脸就说假话，不错嘛。还要信自己看到的东西，不然就会和那些大臣一样，被骗子耍得团团转。怎么了？不要随便捏朕的脸。哀家是你母后。哦，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睡觉。朕还想再听一个。不行，太后也要睡觉。最后一个。殿下平时也这么会磨人？朕不磨人，朕只和你说。行，最后一个，讲完真睡。从前有只狐狸，饿得不行，抬头一看，葡萄架上挂满葡萄，紫莹莹的，特别甜。主子，还要继续听吗？他给陛下讲了什么？似乎是个皇帝穿了看不见的新衣的故事。胆子倒不小，胆子倒不小。要不要属下记下？不必，一个故事而已。可太后借故事教陛下看人，似乎不像从前那位太后，所以才有意思。然后狐狸吃到了吗？没吃到，他怎么跳都够不着，最后只好装得很高贵，说这些葡萄肯定是酸的。可他分明是吃不到。那朕以后可以每天来听吗？看情况。什么情况？看哀家第二天要不要早起。若第二天不去文华殿，便可以。你记这个倒挺快。因为朕喜欢。喜欢什么？喜欢有人和朕说话。你平时都没人陪你聊天？宫人会陪，可他们说的话都一样。一样到什么程度？请陛下安寝，请陛下用膳，请陛下慎言，请陛下慎言。确实挺无聊。掌印会教朕许多事，可他总是很忙。那你想要什么样的人陪你？想要会讲故事，会陪朕吃饭，会在朕做错时告诉朕的人。要求还挺多。很多吗？不多。睡吧，小孩就该先长身体。8岁啊，放现代还在读小学呢。回去。主子不进去见陛下。陛下今夜不需要臣。那太后娘娘那边盯着便是。太后和陛下相处的倒算自然。看出来了。主子先前不是担心她对陛下另有迷谋，现在也未必没有，至少愿意花心思哄陛下高兴，比宫里大多数人都强。主子对太后似乎宽容了些。不是宽容，是观察。他若想在这宫里活下去，就迟早得明白，明日文华殿把太傅的讲义多备一份。给太后？他不是热爱学习吗？太后，再睡5分钟。5分钟是多久？就是很短很珍贵的东西。哦。你干嘛呢？朕要起了。那你起呗，还给我掖被子。那只是顺手。陛下好贤惠。不必，哀家都答应要当个合格母后了。这个扣到底在哪边？里层先记左边。我知道，我在考你。哦，娘娘，要不还是奴婢来，总得有点实践。你真的愿意当朕母后吗？不愿意的话，昨晚就把你扔回去了。多吃点，长身体。朕自己可以和有人给你夹，不冲突。甜的，我让小厨房改了好几次，比御膳房平常送来的好。那当然。以后朕还能来你这儿用膳吗？你是怕我不让你来？陛下若想来，提前让人说一声便是。真晦气，一大早就碰上他。你又说碰上了。哀家说掌印一早就在此，
真是情景。哀家说掌印一早就在此，真是情景。娘娘今日看着气血不错，托掌印的福，昨夜睡得还行。陛下昨夜可睡得安稳？安稳。太后给朕讲了2个故事2个，还答应以后教朕更多。娘娘倒是会哄人，总比会吓人强些。今日讲贞观政要选篇。这名字听着就累。先生耳朵很好。那当我没说。为君者先正其身，后治其国，陛下可知何意？若君主自身不正，天下再多规矩也难服众。不错。娘娘以为呢？掌印今日问题倒多，臣是在帮娘娘融入课堂。哀家以为做人先立得住，别人才会信；做人先立得住，别人才会信。娘娘说的也算直白。哀家文化浅，只能说直白点。还有课后作业，只是讲义。你若看不懂，朕可以教你。掌印跟过来，做什么？来问问娘娘，昨夜哄陛下可费神？比应付掌印省神。娘娘如今倒越来越不装了。都被你盯成这样了，再装也没意思。娘娘既知自己被盯着，就该谨言慎行。我昨夜只是给一个8岁小孩讲事，也尚不甚。陛下不是寻常小孩，可他逼就才8岁，所以臣才更不能让任何人借他生事。你觉得我在借他生事？你可以怀疑我，可以试探我，可以把我拖来文华殿占规矩，可以把我拖来文华殿占规矩。但你若连我对一个孩子好都要先怀疑3分，那掌印活得未免也太累了。你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太后，还是一个真能照看陛下的人？两者最好兼得。那你想得挺美。娘娘脾气见长，被你逼的。陛下昨夜睡得很好，所以臣承认昨夜那件事娘娘做得不错。你这是在夸我？算是。掌印还会夸人？偶尔。比鬼笑了还吓人。娘娘胆子确实不小。你看，字很工整，只是工整，还很好看，比我写的强。真的，真的。哀家若去考试，可能连你都比不过。哀家若去考试，可能连你都比不过。那朕以后写给你看。陛下字虽不错，仍需勤练。是。夸一句会死吗？夸多了人会飘。孩子需要正向反馈。正向什么？就是该夸的时候要夸。娘娘懂得倒多。哀家只是比掌针有人情验。你今日为了朕和掌印顶嘴了吗？怎么这么问？因为你让他夸朕。那不是顶嘴，那是在教他怎么养孩子。掌印其实也很好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何总说他凶？因为他确实凶。可他也会照顾朕。会照顾人不代表不凶，会照顾人不代表不凶，这2件事不冲突。原来如此。你很信他？信。那就好，有人可依靠总不是坏事。那我也可以信你吗？可以试试。好。我这叫什么命？什么？没什么，写你的。我写完了，能再听个故事吗？你现在把故事当奖励机制了？差不多。行，一个，最后一个。该起身了。再睡5分钟。5分钟是多久？就是很短，但很重要。那已经过了。你们小孩怎么这么没有人性？我是皇帝，不是小孩。好，皇帝陛下。不是小孩。好，皇帝陛下。现在几时？不到辰时。天都没亮。要洗笏，用早膳，去文华殿。若迟了，先生会生气。掌印会生气，朝臣会生气，怎么全世界都在生气？掌印没有不好。你很护着他。掌印教朕很多事。他也教你半夜抱枕头来找我睡，那是为了培养母子情谊。那你昨夜睡得好吗？好。那就行。你昨夜背对着朕，是讨厌朕吗？你从早上就想问这个？这是正事。不是讨厌，只是我不习惯跟别人睡一张床。真的？真的。你这么可爱，我怎么会讨厌你？不要总说朕可爱。行，
那说陛下威武，母后不成体统，母后不成体统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太后。晚了，我听见了。你听错了。行，我听错了。来吧，今天母后给你穿衣。你会吗？不会可以学。这个是前面还是后面？母后，那个是里层。我知道，我只是确认一下。哦。娘娘，要不还是奴婢来吧？不必，我今日必须攻克这件衣服。掌印说母子之间要有琐碎相处。他倒是什么都懂。掌印很厉害。掌印最厉害，掌印天下第一凶。掌印不凶。你这滤镜是不是太厚了？滤镜？就是说，你看它自带光环。它确实会发光，它确实会发光。行，你们感情真好。母后，怎么？朕觉得这个结不是很好。这是新式打法。真的？真的，显得活泼。哦，走吧，再不走真迟了。娘娘迟了半刻。掌印早，你刚才不是说不怕吗？我何时说过？你说只要不主动惹他，就能活下去。陛下也迟了。是朕。是哀家起晚了，陛下等哀家才误了时辰。掌印若要怪，便怪哀家。臣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臣听见了。哀家说掌印勤俭，令人敬佩。娘娘如今说话越来越顺了。都是长朕教的好。先生已在殿内等候。娘娘，陛下，请。陛下今日迟了半刻，功课加3篇临帖。太后娘娘既来旁听，也该守学堂规矩。娘娘今日便站着听。站着。娘娘今日便站着听。站着。迟到者受罚。陛下如此，娘娘亦如此。先生说的是。娘娘深明大义。你闭嘴。娘娘又说臣坏话。哀家在拜书。陛下，今日先练字，再讲齐桓公与管仲。是。陛下这一笔心迷了。学生知错。听闻娘娘昨夜给陛下讲了故事。掌印消息真灵。皇帝的新衣。是。借童言讥讽君主昏归，臣子谄媚。娘娘觉得这是前贤启蒙。陛下理解到什么，才是哀家本意。娘娘这是在教陛下，不可轻信嫡子。哀家是在教陛下，不能因为所有人都说一件事是真的，就放弃自己的判断。那臣倒想听听，娘娘如何讲齐桓公与管仲。掌印不是想讲吗？你讲。也好。齐桓公不计前嫌，齐桓公不计前嫌，任用曾辅佐公子纠，甚至射杀过自己的管仲。后来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此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先生，若管仲曾为救主范例，齐桓公为何敢信？这个问题不如请太后娘娘答。因为管仲从真正被任用那一刻起，他的心思、谋略、手段皆与齐桓公的霸业相连。娘娘觉得忠心如何证明？若掌印要的忠心是把心剖出来验一验够不够红，那谁也证明不了。太后，今日便先注一句：时人不只看过去，更看此后所行。哀家腰疼，先生见谅。娘娘身子要紧，若旧疾发作，当请太医调理。多谢先生。今日课便到此，陛下留下临帖。陛下认哀家这个母后吗？陛下认哀家这个母后吗？太后，哀家在问你，你是父皇的皇后，自然是朕的母后。那你为何不叫我母后？掌印要哀家辅佐陛下，要哀家成为陛下的母亲。可哀家想问，掌印和陛下要的，究竟是一位真正的母亲，还是帘子后没有想法，只会点头摇头的傀儡？娘娘终于不装了。我从一开始只想清静，我不想垂帘，不想争权，不想站在任何人的棋盘上。余家要什么，我不想管；掌印要试探什么，我也不想配合。娘娘不想入局，所以你就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有趣的小玩意儿，想捏便捏，想试便试。娘娘何出此言？我夜里吃了什么，和陛下说了什么？长宁宫里谁进谁出，你事无巨细都知道。长宁宫里谁进谁出，你事无巨细都知道。第一次见面，你把长宁宫围得水泄不通，说宫里有人偷人皮做灯笼。后来我不过爬树摘杏，你便说什么野猫会摔断脖子。再后来，你把我拖来文华殿，让我站规矩，看我何时演不下去。方景宪，你知道我最烦你什么吗？不是你弄权，不是你阴阳怪气吓唬我，而是你的眼睛。你看我，你像是在看一件可以利用、可以评估、可以打发时间的小东西。好玩吗？你要的管仲，是不是得把心扉抛出来给你验一验，够不够红，够不够热，够不够够忠，才配上你的棋盘？从今日起，
长宁宫不欢迎司礼境的人，我的事不需要事无巨细报到你案前。陛下，我会管，该做的事我会做，可怎么做、什么时候做是我的事。娘娘这是要与臣划清界限。娘娘这是要与臣划清界限。掌印若手伸得太长，哀家迟早给你砍下来。太后，哀家罚了。他生气了，很生气。臣看出来了。掌印不是说要让他安心，与我们一心吗？可掌印方才好像在逼他。人心如深潭，有时需凑实才知深浅。那测出来了吗？太后娘娘有脾气，他以后会不会不愿真心待朕？陛下希望她回来。朕需要一个母后。若她够聪明，她会回来。为何？因为聪明人懂得权衡，也不甘心永远被排斥在局外。可是他现在很难过。是臣失度。陛下今日的字继续练完。娘娘旧伤在腰。陛下今日的字继续练完。娘娘旧伤在腰，今日久立，有情绪激动，这才牵动旧疾。臣开几非腹部止痛的方子，再教宫人按摩手法，好生静养几日便可。有劳太医。娘娘切宜劳累，更不可久战久诺。奴婢记下了。身体疼还好，心累。娘娘今日在文华殿，可是与掌印起了争执。我掀桌了。掀桌？就是不干了。娘娘，掌印会不会……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？当然，他要真想吃，我可能也跑不掉。娘娘别说这些吓人的话。双兰，我只是想睡好觉，吃热饭，过自己的日子，为什么这么难？娘娘，承恩宫夫人来了。我娘是夫人，扶起来。娘娘，太医说您要静养，她是原主的娘，我不能露破绽。娘娘，我是说母亲来了，怎能失礼？我是说母亲来了，怎能失礼？青青，快躺着，怎脸色这样串？娘，女儿只是腰疼，太医已经看过了。听说你日日在宫中病着，娘心里如何放得下？让娘担心了。你自小身子就娇，哪里吃过这样的苦？在宫里受委屈了吧？还好。青青，娘今日来，是你大伯和你父亲都阴心你。女儿知道，你如今是太后，陛下年幼，这宫里宫外多少双眼睛都看着你，你不争，旁人便会替你争。你不掌权，权便要落到旁人手里。不是娘想逼你，是你必须这样做。悄悄，你如今的太后位分是余家给你铺的路，前朝之事自有你父亲、兄长、大伯替你操持，你只需坐在帘后，该点头时点头，该用印时用印。原来只要点头用印。正是，你不必怕，余家会护着你，余家会护着你。娘，您给我一句实话，余家是否有不轨之心？这种话你也敢说？余家3代忠臣，怎会有不轨之心？这种话若让外人听见，是要掉脑袋的。娘，女儿只是怕。怕什么？女儿在宫里听了些风言风语，说余家树大招风，说掌印盯着余家。娘，女儿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若真出了事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女儿。傻孩子，有余家在，谁敢动你？若是掌印呢？那个内廷全权，如今确实猖狂，可先帝遗诏写着，你与他共同辅政。你若握住听政之权，你父亲和兄长在朝堂上才好与他周旋。原来爹爹和兄长一直在为女儿筹谋，你明白就好。只是女儿今日腰疼得厉害，太医说需静养几日。若此时贸然垂帘，女儿怕精神不济，反坏了爹爹大事。身子自然要紧，你先养好身体，娘回去与你父亲商议。听说陛下近日常到长宁宫，你便先与陛下培养情谊。女儿明白。青青，你要记着，余家才是你的根。女儿记着，他们要的不是谋反，是外界专权。娘娘慎言。慎言有什么用？一个个都把我当提线木偶。方景燕要拿我试探，余家要推我去挡箭，谁都没问过我想不想。娘娘现在想怎么做？我需要时间和信息，先稳住玉家，再看方景玉月到底想要什么。那长宁宫，从今日起，长宁宫宫人重新清点，尤其是内侍，我不用了，全部换成宫女。御膳房多备些吃的，以后脑力劳动很累，伙食必须跟上。是。还有，闭门谢客。娘娘，换宫人要走章程，若要大规模调动，需司礼监批复，或娘娘用凤印下懿旨。凤印？凤印在我这里吗？凤印目前由司礼监保护，立后大典那日，掌印曾同娘娘说过。也就是说，
我这个太后，连换自己宫里的人都得她点头。天塌了！娘娘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不冷不热，很适合上吊。娘娘万万不可！我好不容易穿成太后，结果凤印没有，人事全没有，公务全没有，连躺平都要先申请，人生太失败了。娘娘，您别吓奴婢。你别哭，你一哭我也想哭。奴婢会一直陪着娘娘。谢谢你，双兰。娘娘从前从不说谢，那以后我多说，人不能饿着崩溃。娘娘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事已至此，先传膳。对了，那个檀木盒子拿了，娘娘要这个。既然凤印不在我手里，至少还有这个，这是娘娘私印。私印能办的事有哪些？可用于家书、私人赏赐、内廷小额调用记录。若是大事，自然不够，小事也能积成大事。主子，太后娘娘那边今日闹得有些厉害。属下斗胆一问，娘娘今日在文华殿那番话，主子当真不动怒？娘娘言辞心力，几乎是当面与您撕破脸。他若不撕，倒叫我失望。主子是故意逼他。一个想活得清静的人，若被推到高处还一脉装聋作哑，不是太蠢，就是真有所图。如今看来，太后娘娘不像有图谋。她有图谋。主子，她图活。那主子觉得她可用吗？怕麻烦，怕朝臣，怕我。这不是短处。可她怕成这样，还是敢掀桌。属下明白了。不，你没明白。请主子示下。一个人若连自己安生日子都保不住，他迟早会争。今日他是在挠我，可他挠得越厉害，就越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退无可退。主子是在等他自己回来？不是等，那是看他什么时候想明白。是。长宁宫那边近几日先别再派人逼得太紧。若太后娘娘趁机与余家暗通生息，她不会。主子如此肯定？她嫌余家麻烦，把太医院那边盯紧些。她今日腰伤发作，药方用量谁去送药，事无巨细都给我记下。是。还有，去查下承恩宫夫人这些年求过哪些寺庙，拜过哪些道观，信什么神佛。主子怀疑余夫人？我怀疑余家所有人。属下明白。清静。明天开始，把长宁宫所有内侍宫女杂役的名字、来历、管什么差，全都给我理一遍。全部。谁是内府的人，谁是司礼监塞进来的，谁和余家走得近，谁平日爱往外递话，都给我理清楚。娘娘要动手了吗？不是动手，是记账。记账？对，谁盯着我，谁算计我，谁在帮我，先都记下来。等我哪天能动了，再一笔一笔慢慢清。奴婢明白。于红、王舒心、于文柏、方锦宪，这个麻烦最大。真难看。主子，这是承恩宫夫人近年往来寺庙、道观香火共生的记录。有问题吗？表面看不出什么，求的大多是平安、子嗣家宅。只是什么？5年前，夫人私下寻过一个南边来的游方道士，后来那道士失踪了。名字？道号玄照。继续查这个玄照，查他去过哪些人家，见过谁，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。是。长宁宫那边如何？娘娘让双兰整理宫人名册。哦，娘娘像是开始记账了。好。主子，他总算不只会哭了。是。人一旦开始记账，就说明他已经准备讨债了，对他来说是好事。娘娘慢些，小心烫。还是活着好。娘娘说的是。双兰，奴婢在。明天开始，咱们不躺了。不就是没权没势吗？那就一点点争。不就是凤印在司礼宗吗？那我就先让别人知道，长宁宫里我说了算。我骂都骂完了，
总得把这口气争回来。是，奴婢陪娘娘。陛下，太后好些了吗？娘娘刚用过膳，精神可克。朕进去看看。是。陛下，母后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母后，母后，过来。身子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还得谢谢你请太医。这是应该的。当真认我这个母后了？朕需要一个母后。为什么？父皇曾教朕看奏章，掌印教朕藏情绪，识人心，可是他们都不会告诉朕，什么时候可以难过，什么时候可以依赖别人。所以你需要一个母亲。朕需要一个会关心朕、教朕生活琐事，在朕做错时提醒朕的人，也需要一个会给朕讲故事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我能做好？父皇选你，自有他的道理。你父皇这道理，怕是有些悬。朕愿意先信你。好，那我试试。真的？可是允直，母后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人。我会害怕，会想逃，会做错事，到时候你不能嫌弃我。朕不会。那你以后不许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，要说出来。好。那今晚想听什么故事？想听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故事。好，那给你讲一个叫孟母三迁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位母亲搬了3次家。为何要搬次？因为她发现孩子会被身边的人和事影响，也要替孩子择路。那母后会替朕挡风吗？我会尽力。尽力就好。陛下怎么这么懂事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母后，你要去找掌印吗？你要去找掌印吗？你看出来了，你自己没有权，没有权便会被人推着走，掌印那里有权。小小年纪怎么什么都懂？父皇说，做皇帝不能只看人说了什么，也要看人没说什么。那你觉得我该去吗？该去。母后若与掌印一心，朕会安心。那你呢？你愿意信我吗？朕已经说过，朕愿意先信你。好。娘娘，真要这时候去司礼监吗？白天去太招摇，晚上去比较适合谈判。可司礼监夜里阴森，奴婢怕。别怕，有我呢。我们去会会那个方掌印。娘娘，这里怎这般安静？娘娘，这里怎这般安静？权力机关嘛，安静点显得高级。娘娘，奴婢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我们。这是狼还是狗？娘娘莫怕，今夜黑风值夜。掌印养的好狗。黑风是狼。好狗。娘娘请。你在外面等我。娘娘一个人进去，他要真想害我，多你一个也挡不住。放心，我尽量不惹他。关门。我是来赔不是的。哦。白日文华殿上，我被鬼上身，胡言乱语，掌印大人有大量，别同我计较。那你是谁？掌印说什么？臣问你是谁？臣问你是谁？哀家自然是于西剑。于西剑死。掌印慎言。尸体已经入炉，烧成灰了。你在吓我？那具尸体身长5尺1米，左肩有一枚淡褐色胎记，入殓时穿的是先帝赏的缠枝莲纹锦缎中衣，毒乃林太妃所下，本意害死于氏，借于家生乱。臣本欲压事稳朝，不料你次日便至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？知道有人不对，人也好，鬼也罢，坐在太后这个位置上，对臣而言，只有值不值得留。那我现在值得吗？还在看。那掌印继续看吧，反正我也跑不了。娘娘倒比臣想镇定。不镇定能怎么办？不镇定能怎么办？哭给你看吗？我哭的还少吗？那是臣的位置，现在是哀家的。娘娘果真胆大。我可以如你所愿，做一个合格的皇帝母亲。我不会赞成余家的野心，也不会让赵燕出事。你可以放心。说说你从哪儿来？我从东土大唐来，前往西天取经。
很远的地方。多远？远到你无法想象。怎么来的？坐火箭来的。火箭？烧火的箭，嗖一下就飞来了。那你的火箭呢？坠东海里沉了。娘娘不想说实话。你会信实话吗？你说，我听。你会信实话吗？你说，我听。我也叫于西剑，无父无母，长在一个收容孤儿的地方，那里很远。醒来以后，我就在长宁宫了。爹娘呢？不知道，可能因为我是女孩，所以不要我。知道了。那掌印还要看胎记吗？要。你流氓头子！确认身份而已。看见了。没有。去死！够了，够证明你不是他。抬进来。什么东西？这又是什么？见面礼，见面礼。方锦仙，你别乱来！你什么意思？死了，突发心急，没救过来。真是心急吗？娘娘觉得呢？你杀了他。林氏害于氏又紧盯于你，我可暂压一时，难护一世。他骤将失控，你的秘密迟早败露。所以你就杀了他。如今他死了，疑心便也死了。人命在你眼里就这么轻？娘娘莫非以为顶着这张脸坐在太后的位置上，只要不争不抢就能天下太平？你为什么给我看？因为这人是为你杀的，这祸也得由你来平。我还有拒绝的余地。这是凤印。掌印大人真会谈生意。娘娘要权，臣给权；臣要娘娘入局，娘娘便该出力。我去可以，但你怎么保证林家不会撕了我？雨大、陆华，臣陪娘娘去。你怕我摔着？臣怕娘娘临阵逃了。掌印真贴心。娘娘，我要交代什么？没有。没有。你把尸体给我看，把凤印给我塞怀里，再让我自己看着办。臣相信娘娘。你是相信自己会逼人？替娘娘整理银容。娘娘，您脸色很白。娘娘，您脸色很白。我印记。娘娘要抱着凤印进去。拿好。进去吧。掌印最好祈祷这戏别砸了。臣等娘娘唱完。太后娘娘到。母后，陛下受惊了。老臣叩见太后娘娘。老臣女儿究竟是如何死的？还请娘娘给个明白。林御史，请节哀。节哀？娘娘让老臣如何节哀？突发心急4字，可能服众，可能告慰先帝在天之灵。赐座。老臣不敢坐，只想要一个明白。太妃行踪，诊脉时辰，用药及宫中卷宗均可核验。林御史若疑，哀家即刻取来查验。这些记录，谁知是否早已安排妥当？谁知是否早已安排妥当？先帝薨逝后悲郁成疾，心力竭尽而逝。你身为其父，怎会不懂他满心苦楚？林御史刚正闻名，帝后亦知你疼惜爱女。太妃薨逝实为宫中憾事，陛下先丧先帝，再失长辈，哀痛不输于你。哀家已禀明陛下，追封太妃为宫一皇贵太妃，以最高丧仪安葬。陛下亲撰祭文，感念林家养育之功，另行厚赏。哀家深知御史丧女之痛难平，林家若欲见其最后一面，哀家应允。老臣谢陛下，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娘娘好大的手笔。既然要安抚，就一次性安抚到位，总好过后患无穷，总好过后患无穷，天天被人借题发挥。做得不错。掌印也配合得不错。娘娘拿到凤印，腰杆果然直了。那当然。娘娘莫非不知，凤印章程仍需司礼监办。娘娘欲调换长宁宫宫人，臣明日便呈上名册。
你不是不愿撤眼睛？娘娘所求清白，臣无力成全。臣所能为，便是令旁人视时视而不见。这算合作？若娘娘愿意，可以算。那就合作愉快。这是什么理？我们那儿谈成事都这样。合作愉快。娘娘，凤印真的回来了。是啊，回来了。娘娘不高兴吗？高兴，也头疼。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能只想着躺平了。娘娘，明日呈上长宁宫宫人名册，内侍尽数调换，令你小厨房新膳单，劳心费神，膳食务必周全。是，奴婢记下。既然谁都不让我舒坦，那就都别想舒服。主子，林家那边暂时安抚下来了。林御史验过太妃仪容和记录，已经离宫。太后娘娘今日应对得很好。她不傻。那主子打算真与太后娘娘合作？先帝要给陛下找一位母亲，误打误撞，倒真找来了一个合适的。属下明白。他若真想清静，便得先学会握住自己的命。母后，陛下昨夜睡得好吗？睡得还好。林家之事，母后处理得很好。陛下这是夸我？是，母后很厉害。那陛下今日也要厉害一点，把昨日欠的字补完。母后，不许撒娇。朕没有撒娇。那母后陪你写。回娘娘，长宁宫洒扫、膳房、值守诸人一应在内，共计127人。我平时看得见的连20个都没有，其余多分在各处，平日不往娘娘跟前来。我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手底下都没这么多人。上班受苦的意思。掌印派人送来宫人名册，奉印规制及内府旧例，主娘娘接印后尽抢书上诸事。你们掌印倒是很会挑时辰。主子说，趁娘娘如今心气正高，学东西也快些。他倒比我还了解我。这3个是谁安排进来的？回娘娘，3人来自承恩公府，2人是内府旧人，剩下1人为司礼监调来夜巡值守的。余家3人调往花房、库房，远离内殿等处。是。娘娘不直接打发出去，贸然遣人易路防备，只需调离近身之人，缓缓调换，勿打草惊蛇。娘娘思虑周全，另赠名册于我，详记众人直属、行踪与往来交好之人。奴婢明白。我本来以为封印到手就是橡皮图章，没想到是制度总纲。掌印说，娘娘若对章程不熟，日后用印容易出错。你们主子是不是很闲？主子近来对娘娘的事较为上心。你们以后少说这种让人后脖颈发凉的话。我知道先从哪里下手了。娘娘，先把控门沁、日常用度与陛下起居，攥住此3项，便能稳住长宁宫。这个不错，谁做的？乃是昨日新来南地厨师傅侍卫，留此人，善厨可用。公务人事须经奉印，内府、司礼监习规办理。我的天，这不就是3方连签吗？娘娘觉得麻烦，我觉得想撕。娘娘，嘴上说说，不撕，真撕也得等吃完这顿。双兰，给我拿张纸来。娘娘是要写什么？给陛下定个在长宁宫起居细则，尔等重规矩，我便立新规。陛下往来留宿、起居作息诸事，尽数明文定规。这是为了方便管理，一是让他心安。孩童最怕亲疏不定，明定规矩远受空口许诺。娘娘考虑的真周全，此为流程规制，条理明晰，便能稳固相处。掌印若敢置位，便令其收下章程。母后，来看看。这是什么？以后你来长宁宫的基本安排，让你心里有底，也让我心里有底。晚膳可来宫，次日早起不留宿，每巡留宿2次，自行请母后应巡。为何写上向朝堂公文？因为孩子也需要制度管理。
可以自己选哪2日留宿吗？可以申请，母后视情况批准。好。允之，母后近日事忙，许诺必守，怕你心生疏离，故而定下规矩。有不满尽管直言。朕没有不满意。那就好。母后，你是不是开始认真管宫里和朝堂的事了？你怎么又看出来了？你这几日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像在躲，最近像在一边生气一边收拾所有人。你这形容能力真强。那母后是不是打算争一争了？不是想争，是不争不行。那朕也会帮母后。陛下只需安分起居勤学，早日长成便是助力。朕会的。主子，此乃娘娘定下的宫规与陛下起居细则。娘娘未大肆调整，只疏远余家眼线，只掌宫内要事，定下相处规矩，安陛下之心。他学得倒快，主子似乎很满意。本就是他该做的。娘娘还说，若您点评他写的不好，他就让您把章程吃下去。他胆子见长。撤长宁宫2名明纲，留必要护卫，顺其心意与清静。是。今日文华殿策论是讲哪一篇？回主子，是孟子名贵君戳之言。掌印大人，娘娘有何见教？你能不能别一副我很正规的样子跟我说话？臣说错什么了？你这般语气，分明刻意与我划清界限。娘娘多心了。你看，又来了。其实这句挺有意思。哦，此言太过理想化，虽说民之重，实则朝堂礼制皆尊君。此话只为规劝君主，正因难做，才常被提起。娘娘这是在说圣贤言大于行，各有不同，互不混淆即可。娘娘近日胆子大了不少，连圣贤的话都敢拆。倒也不敢妄议圣贤，只觉陛下善思，能辨空谈与实情之别。您会怎么告诉陛下？圣贤之言是方向，非定论。臣何时？前几日陛下藏菜拒食，依礼本该揭穿责罚，你并未责罚，待其时必撤碗换菜，遇事灵活变通，孩童安康，重于守规矩。娘娘观察的真细。那当然。所以娘娘想告诉陛下，治国也该如此。没错，规矩是手段而非束缚，行事务实远比守教条要紧。娘娘此言传入老臣耳中，必遭非议，斥为异端。任其议论，我不求众人欢心。陛下听明白了吗？懂了。正如母后所言，不拘只道条文，务求务实有用。娘娘教的倒也不算离谱。你这是在夸我？顶多算没有误人子弟。行，掌印大人这嘴是真轻。这又是什么？一是赵燕在长宁宫的起居计划，二是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案。说人话就是看戏，活着这么苦，总得找点乐子。娘娘这字倒是依旧别具风骨。什么意思？瞅得很稳定。方锦县国丧期间，娘娘还想请戏团。哀家思先帝伤身，借戏曲调养身心，乃是保病，并非玩乐。娘娘说起谎来，真是一套一套。我这叫合理包装。陛下若知自身成借口，不知心中作何感想？便称陛下想看，孩童亦须陶冶性态。臣先帮娘娘筛人。你答应了？私班入宫，事先查清底细，岂能随意放置御前？行吧，掌印大人还是很靠谱的。娘娘这是做什么？克制一下，免得你觉得我太轻浮。从今天起，长宁宫的规矩改一改：一、无传唤不得擅入寝殿书房；二、膳食坚守往来悉数登记；三、妄传闲话者逐出宫外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把我方才说的写下来，贴在直房。是。你还有你，从明日起去花房和库房听差，内殿这边不用了。娘娘，奴婢若有不周之处，不是不周，是不合适，换个地方，不是要你命。娘娘，今日大家都很怕您，怕就对了。以前他们觉得我好糊弄，现在总该知道，长宁宫不是谁都能拿捏的地方。娘娘现在真像太后了，以前像个特别漂亮的摆设。行，双兰，你这张嘴越来越会说话了。来，好狗。娘娘总这么喊，她会忘了自己是狼。她现在明明更像狗。那是她丢人。你今天怎么火气有点大？
怕他扑你，还是怕他比你先得宠？臣不至于。好狗，真乖。娘娘今日来司礼监，不会只是为了喂狗？确实还有事，戏班的事进展如何？这是初步筛下来的几家班子和可演曲目，来路都已查过，最稳妥的是云韶班。云韶班，岳继莲，南郡人，家贫携班北上，品行端正，谨言守礼。岳继莲，这名儿还挺好听，名只是个壳，但一个名字好听的人，多少容易让人记住。娘娘是挑戏班还是挑人？娘娘是挑戏班还是挑人？我这不是顺口夸一句吗？臣还以为娘娘看上人家名字了。你今晚怎么说话怪怪的？臣一向如此。行吧，先让他们把戏排好，过2日送来我看看。好。还有，你家黑风昨天扑我的事，你是不是还没正式道歉？驯兽失当，惊扰凤驾，皆是臣错。你这人真有意思，白天冷得像块冰，晚上倒挺会说人话。娘娘这是在夸臣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青青，怎么又瘦了？你这脸色比上回还差，让母亲担心了。上听闻掌印刁难你，我与你父心难安。朝中多事，父兄皆忧你宫中受委屈。委屈倒是常有。又受欺负了？陛下虽认我，终非亲生。陛下虽认我，终非亲生，亲疏难定，掌印亦难揣测。你与陛下维系情谊甚好，朝局纷乱，务必稳住自身。父兄朝堂遭方锦县打压，你手握凤印伴君身侧，当为家族分忧。母亲是要我替爹爹和兄父出头，并非出头，只为帮扶。你身为余家女，家族倾力相助，切莫做事家门遭压。母亲可知，我如今最怕的是什么？什么？恐家族催我行事，掌印借机发难，又怕被视作余家傀儡，出言帮扶反落把柄。他如今连这种事都拿捏你。那日伤我之狼乃掌印所有，他轻易搪塞而过，我稍有下语不合便遭冷待。身为太后，实则身悬刀口。青青，父母皆主我立身，父母皆主我立身，若需以身试刃，我宁视若求安。是为娘心急，只怕你见有斩色，竟忘了你步步涉险。我不是不想帮家里，是我不敢。好，你先护好自己，我回去和你父亲再议。那掌印对你究竟是何态度？母亲就当他是看我不顺眼吧。那母亲先回去了。娘娘您演得真好，我累死了。你快告诉小厨房，今晚我要吃热锅子。是。掌印到。让他进。臣来请罪。别告诉我你是专程来替那条狗道歉的。狼，我看你反倒似在自行请罪。方才夫人来过，掌印不是都知道吗？想听娘娘亲口说。来试探我是否拿你当挡箭牌，来试探我是否拿你当挡箭牌。娘娘用得顺手，臣乐见其成。你不会是在吃黑风的醋吧？臣不至于。我不过摸他2下，为了块肉饼，你就一副冷脸。你不会真跟一条狗计较吧？怕你不高兴。行吧。夫人来劝你了。想让我帮家里一把，开始打感情牌了。你怎么想？余家真心杂着算计难分辨，我身居此位，不知如何行事方能心安。本就是以他谋前程，此举已是既定事实，真心家人便不会屡次推你涉险。你这话还挺像人话，若想令余家收手又不伤和气，何为上策？你不是常说事在人为？你让我自己想。娘娘想的比臣说的管用。行，行，自己想就自己想。草民岳继莲叩见太后娘娘。不必多礼，这就是云韶班的班主。是，以依司礼监甄选戏目，皆清雅和宫规制，恭请娘娘预览。白蛇记、长生殿、游园惊梦，名字倒都好听。若我给你一个故事梗概，你能排吗？草民愿一试。娘娘的故事未必是谁都接得住。岳班主可会唱戏？略知拂毛，只是班中自有更好的角儿，草民多做编排。原来如此，过2日安排一出白蛇记吧，先让我和陛下瞧瞧。是。掌印大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娘娘喜欢便好。没有，娘娘喜欢便好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
掌印今日怎么怪怪的？臣哪里怪？说不上来，就是有点别扭。娘娘想多了。我现在看见这些账本，就想原地去世。娘娘，您昨夜不是还说要一点点把自己的日子争回来吗？争日子和争加班是两回事。娘娘今日还要去司礼寺吗？方锦县都差人来传话了，我敢不去吗？掌印只说请娘娘过去看几份后宫账目和请调文书，言辞客气，实则不容推拒。娘娘说的很有道理。我现在特别想把哀家不想听刻在脑门上。那娘娘要不要再带些点心？奴婢怕您在司礼室待久了饿。带，再装一小罐糖制梅子，脑子不够用的时候拿来续命。走吧，上宫去。别人穿成太后是母仪天下，我穿成太后是被迫再就业。比臣预想中早，因为我怕来晚了，活会更多。娘娘很有先见之明。你先说实话，这是几份吗？加起来不到30本。你怎么不说不到300本？娘娘总要练手，凤印记在你手里，日后后宫各项所务不会比今日少。我现在说我头晕，可以请假吗？可以。真的？真的？臣会让磨坊把这些送去长宁宫，娘娘躺着看。谢谢，突然不头晕了。那便开始吧。娘娘这是何意？先分模块，再看轻重缓急，最后统一处理，这样省脑子。听起来像成体系的法子。那当然，我以前就是靠这个活命的。又是打工？就是拿命干活，换点银子过日子。你从前过得很清苦。穷倒不至于，主要是累。我是给人卖命，卖着卖着就真把命卖没了。如何卖没的？太努力了呗，3天3夜没睡，眼一闭一睁就在长宁宫了。可会想起从前不快？会啊，但也不完全是坏事。会啊，但也不完全是坏事。哦，因为我会这个，至少能少吃点亏。你写明先修3处重漏公事，再分批修缮其余，严禁借修冒领银两，是何缘由？钱财当用10处，先修重漏殿宇，暂缓缝纫修缮，经费有限，切莫铺张。有些意思。这不叫有些意思，这叫专业。令小厨房上报各宫口味，按季更膳单，登记每月剩菜去处。膳食一生事端，意见治理用心，剩菜复用，亦可省用度。娘娘很会过日子。自然，我只求有钱清闲，安稳度日。现在不是吗？你看我像闲吗？确实不像。好啦，批完了，快夸我。娘娘比臣想的更会做事。这个夸奖我收下了。还有什么？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。还行吧，主要是你这儿炭火烧得好，不然我会更辛苦。那臣下次把炭火烧得更好些。母后今日去司礼监了。你消息到灵，朕只是顺口问问。行，顺口问问的小皇帝，过2日母后带你看戏。真的？真的。云烧白要进宫，先给你排一出白蛇记。白蛇是妖怪吗？是，但不是坏妖怪，你看完就知道了。那掌印也会去吗？大概会吧，毕竟他什么都要管。那挺好的。你这么想让他去？因为母后和掌印若都在，朕会安心。哎呀，你这是把哀家和掌印当门神呢？不是门神，是自己人。这个太甜，这个太硬，这个给陛下留着，这个给我。是。母后，快来，最好的位置给你留着呢。这就是戏台。对，今儿你就当放半天假，专心看。草民岳继莲见过太后娘娘，见过陛下。岳班主不必多礼，今日辛苦了。能为娘娘与陛下成应，是草民与云瑶版的福分。你今日也不上台吗？草民只善编排，不善登台。哦，没关系，幕后也很重要。没有岳班主，台上这戏就唱不起来。娘娘抬爱。娘娘，陛下，戏台周边都已查过，可以开场。掌印今日也在台下听戏。臣只是巡看。那就辛苦掌印。他就是白蛇。对，你看着吓人，其实心地特别好。有些像掌印，有些像掌印。你这比喻真是越来越大胆了。臣听见了。朕是在夸掌印。
臣不是蛇。你别理他，他最近比较要真。这段身段真好，岳班主改得不错。娘娘若喜欢，后头还能再精细一些。你怎么连台上节奏都算得这么准？多排几遍，自然就有数了。帮主离娘娘近了些。草民失礼。掌印今日管得到细。宫中人多眼杂，臣不过尽职。行，掌印尽职。母后，他明知会败，为何还去？因为他在乎的人在那里，有些事明知吃力不讨好，也得去做。娘娘，方卓有一处臣临时又改了半句，想请娘娘看看是否更顺耳。咦，你把原来的情字误人改成了情字难平，前者太重，后者更留余地些。有道理，你还挺会抠字。草民吃的就是这碗饭，总要讲究些。岳班主好雅兴，承应戏版还要临场改词，若有不妥，草民这就撤回。没有妥妥，改得挺好。戏快续场了，班主还是回去盯台上更妥。是，草民告退。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臣哪里怪？说不上来，就是有点别扭。娘娘想多了。行吧，当我想多了。母后，白蛇最后真的会被压在塔下吗？故事还长呢，下次接着看。那下次什么时候？这得问掌印。外班入宫承应，自有规制，不宜太偏。哦，娘娘，草民斗胆，愿献一曲，以谢今日之遇。好啊。娘娘还没听够。戏散了，听支曲怎么了？春山外，旧人归未回，长夜里灯火待谁回？人呢？掌印方才先离开了。哦，母后，朕走不动了。谁让你刚才死撑着不肯先回去？想陪母后。陛下若困了，臣抱你回去。那就辛苦掌印了。你不是先走了吗？臣只是先来这边等陛下。只等陛下。娘娘若要这样理解，也可以。你这人说话总爱拐弯。臣若不拐弯，怕吓着娘娘。那你还是拐吧。主子，云少板已按规矩出宫，越级连背景干净，往来也查了，目前看不出问题。主子既觉无碍，为何今日还一直盯着岳班主？你话多了。属下失言。一个戏子而已，但离娘娘太近，看着碍眼。以后云韶班再入宫，还是照旧查。是。娘娘，奴婢今日总觉得掌印似乎不太高兴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掌印离开时脸色不大好。谁知道他在别扭什么？会不会和岳班主有关？奴婢只是觉得掌印好像不喜欢娘娘和岳班主多说话。你想多了，他那是防人之心重，跟谁都那样。是，奴婢不懂。我也没多懂。今日司礼监那边可有人来传话？回娘娘，今早只有磨坊送来几份条针，说只今日在文华殿和内科两头走，不过来了。哦，那他有没有说什么？没有。还真不过来了。娘娘可是有事要问掌印？没有，我就是随口一问，怕他突然又冒出来给我加活。去把上次岳班主给我的戏目册拿来，我想了个新故事，还是给云韶班。姐姐带着弟弟智斗恶料的故事，适合赵燕看。娘娘这是亲自给陛下做新戏了。别人有别人讲故事的本事，我也有我的。掌印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岳班主？为何这样问？因为你昨日看见母后和岳班主说话，就好像有点不高兴。臣没有不高兴。掌印说过，看人不能只听他说什么，还要看他没说什么。你嘴上说没有，可你都提前走了。臣有事。那你生母后的气了吗？臣为何要生太后的气？也许是因为他夸了岳班主。陛下，回去练字。掌印，又怎么？若真有不高兴，还是说出来比较好，不然母后会说你别扭。
他连这个都同你说。姐姐先装神弄鬼，说夜里有河神索命，吓得恶霸不敢出门，然后弟弟再趁机把账本偷出来，交给官府。是这样，对，再加一点，姐弟半场，得有趣一点。娘娘要署名吗？不钱，就说是我闲来无事想到的，让月班主看着牌，若哪里不顺，可以让他自己改。是。双兰，一个人若突然安静下来，是为什么？许是忙，也许是赌气。可他看着也不像赌气的人，掌印不像寻常人，或许越不像越会赌气，或许越不像越会赌气。你现在都会分析他了？奴婢只是乱猜。我也是乱猜。主子，这是太后娘娘让送来给云少班的，说想让月班主按这个排一出新戏，还照旧送去。送去？是。他倒是惦记得起。主子是说戏，还是说月班主？你今日很闲。属下失言。一个谢字而已。怪人，算了，爱别扭别扭去。今天还是没来。回娘娘，司礼监那边只差人送了2回条陈，掌印始终未曾亲自来过。不来就不来，谁稀罕？娘娘近来总这样说。我这是成熟，懂得尊重别人的阴晴不定。掌印若听见他真不在了，我又觉得哪儿怪怪的。娘娘可是有些不习惯？没有，我只是习惯了有人3天2头来给我加活。不行，我得出去透口气。娘娘要去哪儿？北院，再兑些条春，我就要去找先帝谈劳动法了。你属鬼的，怎么哪儿清静你往哪儿钻？娘娘这话像是在说臣与您心有灵犀。你最近很闲？不闲，只是恰好路过。又路过？掌印大人的路可真宽。臣向来能走。都路过到这里了，那你听听我的苦恼吧。娘娘请讲。我最近发现余家那边虽然表面消停了些，但我总觉得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手。自然不会。你怎么这么笃定？因为人心如此，权势踏过一次，再想放下比割舍都难。因为人心如此，权势踏过一次，再想放下比割舍都难。那我得想个法子，让他们知难而退。娘娘有法子了？有个初步思路。第一，我不是从前那个任人摆布的余氏了，我会自己做决定，也会自己权衡利弊。继续。第二，余家现在最危险的不是野心大，而是还觉得自己藏得很好。第三，就是给他们外部压力，只要再无一副林家或者别的什么人。娘娘是在教臣做事？我是在给你提供工作思路。你看，我都这么配合了，你总得有点反馈吧？臣以为娘娘会继续躲。我也想啊，可事实证明躲没有用，躲着躲着就被人推上去了。既然都上桌了，这比喻很别断。那如果我真的开始掺和前朝的事，最后是不是就会越陷越深，再也淌不回去了？是。你就不能骗骗我？臣不想在这种事上骗娘娘。那我换个问法，如果有一天我真被逼到要垂帘听政，你会让我干很多活吗？会。我就知道，娘娘既占了这个位置，不做事岂不可惜？我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知道自己不适合做什么。你们怎么总想开发我的无限潜能？因为娘娘嘴上说着只活，心里却还是见不得许多人糟践日子。我那是人道主义。娘娘的人道主义确实有些费命。你突然这么好说话？臣只是想通了，有些事不必急，等娘娘自己想明白，比臣逼着你往前走有用。你这个样子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臣哪里叫娘娘没有安全感了？你每次一笑，我就觉得你在打什么坏主意。那娘娘今后见着臣还是少看些。少来，我走了，回去加班。娘娘，又怎么？若有朝一日你真的被推上去了，别慌，也别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我。这次对味儿了，娘娘聪慧，这奶和茶一并煮，竟真比从前单喝香得多。那当然，技术改变生活。娘娘，您真要把这个送去司礼监？当然，求人办事要有诚意。娘娘不是说掌印一笑就让您没安全感？掌印一笑就让您没安全感？是啊，所以我打算在他笑之前，先把他哄住。娘娘要哄他什么？哄他千万别让我垂帘听政，更别让我接更多活。娘娘要直接说。当然不，我们要用委婉、含蓄、柔和而真诚的方式表达诉求。娘娘写了什么？商业机密。娘娘，您这回不会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？不会，奶茶这么香，字条这么诚恳，方锦燕只要是个人，都该体会到我的难处。不太像寻常人。快，赶在我后悔前送走。列祖列宗，求求了，让我苟住。主子，太后娘娘差人送来的，娘娘说是新试出来的奶茶，让主子趁热喝。他倒是会求。主子，娘娘写了什么？写他不想干活。
很像娘娘会写的话。味道也像她会送的东西。那主子怎么回？传内府礼部，司礼监拟旨。是。太后娘娘既已接印，明日起垂帘听政。属下明白。不想干活，那可不行。娘娘，娘娘，怎么了？着火了？比着火还严重。别告诉我是余家又出事了。司礼监和礼部刚刚传了消息，明日起，娘娘要垂帘听政。什么？垂帘听政？奶茶呢？啊！我一壶真心喂了狗。娘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方锦明他是不是有病？我才刚跟他说我不想干活，他转头就把我按到帘子后头去。他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娘娘，那明日我去。娘娘，他都把我架上去了，我不去，岂不是显得我怕了？可娘娘不是最怕这个吗？怕归怕，输人不输阵。再说了，真让我去了，也未必全是坏事。娘娘想明白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通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既然都不让我躺，那我就把这宫位做成我的。娘娘，快给我把朝会一件明日流程、历年大朝会记录都拿来，还有把众卿平身写大一点贴床头，我怕明早脑子没开机忘词。是，再准备3套台词，第1套端庄大气版，第2套少说少错版，第3套实在听不懂就此事再议万能版。是，娘娘。还有，明早谁再让我寅时不到起床，我就先拿他祭天。太后驾临，百官叩拜，娘娘落座后，先到众卿平身。众卿平身，若有臣子出列，请奏。娘娘可到，准奏。准奏。娘娘，这句您刚刚已经念了7遍了。我知道，我是在给自己洗澡。娘娘要不要先歇一会儿？不行，我明天要面对的是一整个大鱼巢最会说话的一群老狐狸。我今天不准备，明天就得被他们绕死。可娘娘不是很会随机应变吗？那是平时，大型会议上临场发花容易赊死。奴婢觉得娘娘明日一定能行。双兰，奴婢在。如果明天我在帘子后面晕过去，你一定要想办法体面点把我施走。娘娘不会的。那要是他们吵起来，我就先说盛会控制在3刻钟内，请大家抓紧时间。若他们还吵，我就说各位，吵架计入无效会议年长，影响年终考评。若还不听，我就说哀家不想听。娘娘，这话听着倒真像能镇住人，对吧？你看，这就是口号的重要性。娘娘英明，来陪我演练。奴婢，你演那个最喜欢说废话的大臣。启禀娘娘，此事盘根错节，需从长计议，若不细细雕策，控伤国本。讲重点。重点就是臣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但臣觉得别人大概也办不好。拖出去。娘娘，您这样太快了。朝堂不是茶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磨磨唧唧。娘娘，奴婢突然觉得您明日说不定真能吓到他们，那最好，吓住一个是一个。我现在像不像一只快被送上祭台的鸡？娘娘，您今日特别像太后。太后娘娘驾到！谢太后娘娘。众卿平身。启奏陛下，太后娘娘江南曹梁因连月云雨，河道淤塞，丹河甚重，请朝廷急拨修河引演，再派得力之人督办。臣有异议。曹梁延误并非天才，更因地方漕运官代巡谢。若只拨银不问责，岂不是纵容？2位大人说的都轻巧，修河不是纸上谈兵，淤泥几尺，闸口数十。若无足够银两和工匠，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从下。工部张口不口都是钱，国库是什么情形你们不知道。东镇刚过，边备未齐，银子不是风刮来的。可河道不疏，漕粮运不到京师和北地，届时国库有银也无粮。臣以为先拿漕运总督问责，再议拨银，否则银子一旦下去，又不知填进谁的袖奶里。御史台一张嘴倒是清白，可追责归追责，今日不议钱粮，难道等漕粮全烂在船上？臣也正是此意，工部不怕担责，可没钱没人，臣拿什么修？还有北地军粮，如今北边催得急，若漕粮再延，军心动摇，谁来担这个罪责？
兵部总爱把军心拿出来压人，兵部总爱把军心拿出来压人。凡事都要先紧着你们，敢问天下百姓的日子就不算数。百姓没粮要活，将士没粮就不用活了。诸位，如今最要紧的是算清缺口，而不是站在这里高道阔论。户部若早把去年的修和银拨足，哪里会有今日？你这分文是在推责。各位，臣会控制在3刻钟内，请大家抓紧时间。娘娘，臣等方才正是在……户部尚书，你的话太多了，吵架加入无效会议时长，影响年终考评。敢问娘娘，何为年终考评？就是哀家会记住今日谁只会吵，谁真会做事。现在谁能在10句话内把问题说明白，谁来。启禀娘娘，问题有3：其一，启禀娘娘，问题有3：其一，江南3段河道淤骚，曹陵无法按期北运；其二，修河需银，但国库现银紧张；其三，若再拖延，北地军粮必出缺口。很好，下一位。启奏娘娘，工部可以立即派人修缮最重要的那段河道，但需先把给相应的银两与工料，若只给一半，最多只能保证1段河道先通。启奏娘娘，臣无异议修河，但务必要查去年修河的旧账，避免今年重蹈覆辙。启禀娘娘，北地军粮最多还能撑20日，20日内至少得先有1批粮北上，不然前线会出反。好，现在哀家来说。请娘娘示下。第一，工部今日内拿出3段最重河道的修缮优先级，所需银两和最快工期，不要空话，只要数字。所需银两和最快工期，不要空话，只要数字。臣领旨。第二，户部不许再说国库郡中，今日之内把能立刻挪动的现银数目列出来，别跟哀家说一个难字。臣遵旨。第三，督察院即刻派人清查去年修河旧账，但不得拖住今年修河的款项和人手。账你们查，河照样修。臣遵旨。第四，兵部今日内献出北地最紧急的1批军粮数目，先保前线不断车。若河道来不及，就先走陆路，哪怕贵一点，也要先送到。臣遵旨。不是来和哀家解释为什么做不到，而是告诉哀家你们做到哪一步了。哀家不想听废话。就依母后所言，诸卿速办。臣等遵旨。主子，娘娘今日这一场，属下真没想到。你没想到的事还多。娘娘不止镇住了人，还把责任、期限、顺序都定下来了，比那些老臣吵半天有用的多。他本就不是只会哭，可娘娘这样快就上手，是否太适合朝局了些？适合，不代表他喜欢。是，他做这些从不是为了权本身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不让自己被权压死。母后，你今日好厉害。哪里厉害？你让他们不许吵，还让他们明日交结果，像掌印又不像掌印。这评价真高。母后，我也可以这样同他们说话吗？母后，我也可以这样同他们说话吗？你是想问做国人能不能这么强势？可以，但你要先明白一件事。什么？你今天看我厉害，是因为我目的清楚，我不是为了要威风，也不是为了压他们一头，我只是要把事情做成。所以重点不是凶。对，重点不是凶，是有效。做君王也好，做任何事都好，你先得知道自己最要什么，再决定用什么方式。那若他们还是不听呢？那就分情况，有的人适合讲道理，有的人适合给期限，有的人适合警告，有的人适合让掌印去收拾。那掌印果真很好用。是啊，所以你以后得学着自己判断，不要一味依赖他，也不要一味学他。因为掌印是掌印，朕是朕。对，掌印可以为你披荆斩棘。对，掌印可以为你披荆斩棘，但终有一天，做决定的人得是你自己。朕记下了。记下就好，别忘了中午多吃半碗饭，今天很消耗脑力。母后，朕已长大了。行，长大了大宝贝，那你自己走进去吧，母妃就不送你了。妙乔，你今日在朝上的事，你父亲一回来便同我说了，你总算是立起来了。也不是我想立，是不立不行。你能想明白便好。你父亲和你大伯都说，你今日说话干脆有功法，再不像从前那样只知道躲。潇潇，这才是太后该有的样子。母亲只看见我今日在朝堂上出了话声，却不知道我昨晚一夜没睡。可是方锦美逼你了。母亲也知道，
我本不愿垂怜，可掌印同我说，玉家如今树大招风，已叫许多人盯上。玉家如今树大招风，已叫许多人盯上。若我还躲着不出头，哪日真出了事，首当当冲的便是我。他竟这样同你说，他还拿前朝昭明太后的事来教打我，这人怎么敢？说一旦朝中有人借题发作，先死的一定是太后，其后才轮得到母家。所以我才不得不站出来。我不是在争权，我是在替自己，也替余家争一线生机。娇娇，你受苦了。母亲，我今日来告诉您一句实话，如今这局势，余家最该做的不是逼我更进一步，而是先安分，再安分。你大伯和你兄长还不肯收。我不是怕，我是知道。母亲，女儿能做的，母亲，女儿能做的，都在今日朝堂上做了。之后父亲和家中如何选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我会把你的话一字不差带回去。母亲别怪我说的重，我只是想，我们都平平安安的活着。你若早些这样想明白，何至于让家中白白担心这些日子？人总要被逼到墙角，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站起来。礼部按娘娘今日之意改好了晨会议程和时间，臣送来给娘娘过目。他们动作倒快。今日在朝上，娘娘做的比臣料想中更好。这次也是在掐我？是。方锦面，臣在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推到这一步？娘娘想听实话。你什么时候对我说过假话？先帝临终前立于氏为后，并非全然因余家立礼，也不是一时糊涂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先帝说，地下自幼失巫，性子太沉，规矩学得多，烟火气太少。他需要一位母亲，一位不只会教他治王术，也能让他看见寻常喜怒哀乐的母亲。所以于氏是被选中的那个。于氏良善，虽容易被家族左右，却没有坏心。先父以为这样的人适合待在地下身边。那我呢？起初我以为你是变数，是麻烦，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团迷雾。后来我发现，你怕麻烦，怕全善，怕我，也怕朝。可你越怕，反而越说明你心不害。你不想争，不是为了浪。我稳住你，不只是因为先帝遗命，也不只是因为地下需要，更因为我知道，若你真肯站出来，不会把地下教歪，也不会把大狱往偏路上拉。你就这么信我？我不是信你什么都对。那是什么？我是信你，至少会想让人活得像个人。原来你对我评价还挺高。臣只是实话实说。那掌印大人，我今日这算不算过关了？规矩学得多，烟火气太少。他需要一位母亲，一位不只会教他治王术，也能让他看见寻常喜怒哀乐的母亲。所以于氏是被选中的那个。于氏良善，虽容易被家族左右，却没有坏心。先父以为这样的人适合待在地下身边。那我呢？起初我以为你是变数，是麻烦，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团迷雾。后来我发现，你怕麻烦，怕全善，怕我，也怕朝。可你越怕，反而越说明你心不害。你不想争，不是为了浪。我稳住你，不只是因为先帝遗命，也不只是因为地下需要，更因为我知道，若你真肯站出来，不会把地下教歪，也不会把大狱往偏路上拉。你就这么信我？我不是信你什么都对。那是什么？我是信你，至少会想让人活得像个人。原来你对我评价还挺高。臣只是实话实说。那掌印大人，我今日这算不算过关了？那掌印大人，我今日这算不算过关了？勉强算。你这人就是嘴硬。娘娘第一日听政，不宜夸得太满，免得骄傲。我早就骄傲了。那便请娘娘继续骄傲下去。于西见，你若执意要去，我不会拦你，但你要记住，一旦进入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好自为之吧。姐姐先装神弄鬼，放出夜里有河神索命的消息，吓得恶霸不敢出门，不够热闹。娘娘，这是要写给云少版的新戏吗？对，允直上回不是说想看英雄戏吗？我想了个姐妹联手斗恶霸的，又爽又好懂，小孩肯定爱看。娘娘如今当真越来越会管事了，连陛下看什么戏都要亲自操心。不是我会管事，是我现在发现了，想活得舒服，是我现在发现了，想活得舒服，很多事还得自己定。娘娘今日还去文华殿吗？去，上午去看允直功课，下午再让人把这个送去司礼监。哦，对了，掌印那边今日有人来吗？没有，今早还是磨坊送来的调针，说掌印正在外头核查礼部春季的章程。哦，不来就不来。是，忙死他算了。这就是母后心想的戏。对，姐姐和弟弟一块装神弄鬼，整得恶霸哭托喊娘，最后还把他的账本偷出来，直接一锅端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那当然，
也不看看是谁编的。母后，掌印会同意吗？他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说这是陛下点的戏，让他自己跟你说去。母后最近总拿朕当挡箭牌，这是亲子互助。母后最近总拿朕当挡箭牌，这是亲子互助。娘娘手里拿的是要送去云韶盘的？对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字还是一如既往的别具一格，说人话，瞅得很稳定。行，掌印大人会说话就多说点儿。故事倒还算热闹，云韶班若排得好，确实适合陛下看。长任也觉得好。臣只是觉得起码比白蛇记更容易叫陛下笑出来。那就麻烦掌印帮我递给月班主了。臣知道。母后，今日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出戏？对，你今天只管看，只管笑，别操心那些大道理。好。草民见过太后娘娘，见过陛下。娘娘上次给的故事，班子也按娘娘心意排了出来。今日先言姐弟斗匪记，班子也按娘娘心意排了出来。今日先言姐弟斗匪记，若有不妥之处，还请娘娘指教。你这效率也太高了。好故事难得，自然不敢耽误。月版主，你这次还是不上台吗？草民不善登台，不过今日台上这几位角儿演的都很有趣，陛下一会儿便知道了。陛下戏台已查过，人也都验过，可以开场。掌印今日也看戏？臣只是巡看。哦，那掌印辛苦。母后，那个恶霸的胡子都被火燎着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就叫人多力量大，姐弟联手，天下无敌。原来还能这样政治人。母后，这出戏比上回还好看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这一段，草民把原来娘娘写的恶霸惊叫跌进狮圈，改成了被一盆干水泼得满头满里。娘娘觉得如何？很好，更损也更解气。娘娘会写故事，也懂看戏，草民佩服。岳长主离娘娘近了些，草民失礼。掌印今日管得真细。人多眼杂，臣只是尽职。行，掌印尽职。若娘娘和陛下不嫌弃，草民愿献一曲，强当谢娘娘赐戏本之情。好啊。娘娘还没听够，戏都散了，听支曲怎么了？岳版主不登台真是可惜了。草民不过略懂，能得娘娘一句夸，已是福分。你听是好听，就是有点困。你这是玩累了，就是有点困。你这是玩累了。岳班主若如此得娘娘喜欢，不如干脆留在宫里做个教戏，专为娘娘和陛下排戏献曲。草民，只是宫中规矩严，若庄主要长久留在宫里，净身入宫才算合规。臣没有玩笑，娘若真喜欢，自可留用。母后，掌印，儿班主无错，何必说这种话？若今日戏已听完，便让他平安出宫吧。岳班主，今日辛苦，你先回吧。陛下若困了，臣抱你回去。掌印，臣怎么了？你刚才那句净身入宫，是故意膈有人，还是单纯发疯？岳班主若真无此心，便不会在意这句话。你这是什么歪理？你这是什么歪理？臣只是替娘娘试试，她到底有几分胆量。那你试出什么了？她怕了。废话，换我也怕。方锦宪，你是不是不高兴？娘娘想多了。又来。臣先送陛下回红宫。主子，岳继连的来路仍旧干净，班子里的人也都问过，没什么异常。今日戏后，岳班主也并未多留，直接出宫了。主子记他没问题，为何今日还什么？当着娘娘和陛下的面说那种话？一个戏子而已，可他离娘娘太近，看着碍眼。属下明白。以后他再入宫照旧查，还有离长宁宫那条路多安排一队暗哨。是。娘娘，奴婢总觉得掌印今日很不对劲。娘娘，奴婢总觉得掌印今日很不对劲。你也觉得，尤其是娘娘和岳班主说话时，掌印站在一旁，脸色比上回黑风扑宁时还吓人。黑风那次他那是狗护食，不对，人护狗。那今日呢？谁知道他爱别扭丢扭去。奴婢斗胆问一句，娘娘会不会觉得掌印是不想让您和岳班主多接触？不可能，他那是防着外人入宫生事，别想歪了。是。掌印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岳班主？为何这样问？
因为你昨日说话像在发脾气。臣没有。看人不能只听他说什么，还要看他没说什么。殿下近来学艺致用的很好，那你为何要让岳帮主净身入宫？臣只是在说规矩。那你规矩说完，为什么又提前走了？臣有事。你就是在生气。陛下，回去练字。母后说你别扭，还真没说错。母后说你别扭，还真没说错。今天也没来，还是磨坊来的，说掌印近日忙着兵部和礼部的事，分不开身。哦，娘娘若有事，奴婢去司礼监请。他忙他的，我也忙我的。既然允池喜欢，这回给他写个英雄戏，别整那些才子佳人了，烦。娘娘还要送去给岳班主，总得有始有终吧？主子，太后娘娘说这是给陛下预备的英雄戏，若云小班合适，便照着拍。放着。主子不送去？送，他写了，自然要送。是。惦记的道歉。主子说的是陛下，还是岳班主？你最近很闲。属下失言。母后，这个轮子为什么自己会转？这个木头鱼竟然会吐水，傅先生这是背着我们偷偷修仙了。来了，陛下娘娘别拘着，喜欢什么诊馆看。傅先生，你这副样子，走出去说自己是文华殿讲读，谁信？教书是教书，做东西是做东西，老朽又不是只会念圣贤书。他还会把自己炸得满脸灰。去，这种事儿不必讲得这样细。这些东西都是给民间用的，有给民间用的，也有给工部、水利、边关备着的。能省力一点、快一点、稳一点就值了。不是所有人都困在朝堂和宫闱里，娘娘若觉得闷得慌，就多看看这些。你是在安慰我？臣只是不想娘娘忘了，咱们做的这些，最后总该落在正地方上。母后，你看这个像兔子，还真像。这个留着，回去摆案头。小心脚下有青苔。知道了，小芳老师。小心脚下有青苔。知道了，小芳老师。母后，你看过这么多故事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干净、靠，脑子清楚，别动不动发疯，最好还能讲道理。就这样。再说的具体些，就是相处不累，互相尊重，能一起把日子过下去。那家世、长相、身份呢？那些都是加分项，不是必须项。原来如此，我来。别动，石头凉。我自己来就行。好。母后，没事，回去吧。走吧，娘娘今日出去这一趟，心情倒比前几日好多了。还有，掌印今日也挺怪的。你又看出来了？奴婢只是觉得掌印看娘娘时和看旁人时真的很不一样。双兰，奴婢在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方锦羡他，掌印他怎么了？娘娘是不是在想，掌印近日为何总盯着岳班主？那是他防着外人进宫生事。可掌印看岳班主的眼神不像防着，倒像想把人丢出去。那他也不能因为我多看了2眼就别扭。对，就是别扭。娘娘若真觉得不对，不如明日问一问掌印。不问。为何？如果我问了，他说不是，那我像自作多情；如果我问了，他说是，那我更完蛋。娘娘是怕掌印真有那个意思，我不是怕他有那个意思，我是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娘娘别急，总能慢慢想明白。可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他那天蹲在河边给我擦脚，到底是出于规矩，还是出于别的？奴婢觉得不像规矩。你这丫头怎么什么都敢说？奴婢只是心疼娘娘，自己胡思乱想。不想了，睡觉。明天开始，我躲着他，躲着掌印。对，躲着。只要我不见他，不接他话，不给他机会乱想，大家就都安全。娘娘，您这法子听着像环耳盗铃，有用就行。今日司礼京那边可有人来？回娘娘，还是磨坊来的。掌印没来。没来就没来，告诉磨坊，以后送条针便送条针，不必多问我别的。是，这样挺好，公事公办，清清楚楚。娘娘说的是，看不见心不乱，少接触少出事。看不见心不乱，少接触少出事。很好，非常。母后，你和掌印吵架了？没有。你方才听见掌印2个字时，要咬自己的舌头。你最近观察能力是不是有点过强了？掌印教的。又是掌印，
那你为何忽然不问掌印的事了，也不去司礼宗了？因为我最近忙。那掌印也忙吗？大概吧。朕觉得你们像在赌气。小孩子不要乱下定义。朕不是小孩子。好，大黄金。那大皇帝觉得母后赌什么气？也许是因为岳班主。你怎么也开始说这种话了？因为掌印上次说话确实很奇怪。那是他发神经，你别学这句。哦，主子，这份新戏本还送去云韶团吗？送。娘娘这几日忙。送。娘娘这几日忙，似乎也没再问岳版主的事。主子不是该高兴吗？我为何要高兴？属下多罪。他不问是他的事，该送就送，别叫人觉得司礼公有意刁难。是。他今日又没来。回主子，没有。掌印，你是不是不高兴？没有。那你为何这几日都不去长宁宫了？臣有何必要日日去？因为母后会问。他问什么？问你来没来，问你说没说话，问你是不是很忙。陛下想多了。掌印说过，看人不能只听他说什么，也要看他没说什么。陛下回去练字。那你是因为岳班主不高兴，还是因为母后不理你不高兴？殿下近来话很多。那就是都有。出去。掌印，又怎么？若真有不高兴，还是直接说比较好。母后那个人脑子有时候不太拐弯。知道了。娘娘，趁热喝些。双兰，奴婢在。他是不是故意的？之前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，现在突然装得和冰块一样。我不问，他也不来。我躲他是为了大家都好。他这么一弄，倒像是我欺负了他似的。也许掌印是在等娘娘先开口，他那样的人会等我开口。掌印在娘娘跟前，不一直都和在旁人跟前不一样吗？我现在觉得你说的越来越有道理。那娘娘要不要主动问问？不问。娘娘不是心里惦记吗？谁惦记他了？我就是觉得他突然这样影响我心情。那不还是惦记？你最近越来越会拆台了。娘娘，您发热了？不会吧，我这也能病？奴婢去请太医。先别，娘娘，低调一点。我就是吹了点风，又熬了几夜，睡一觉说不定就好了。那也得请太医。我感觉这药再喝2天，我病没好，人先被苦死了。娘娘快压一压。掌印到。让他进。臣来探病。掌印不是公事公办去了吗？怎么还有空看病人？梨汤，润肺的。方锦宪，你是不是在躲我？是娘娘先躲臣。双兰，你先出去。你这几日摆那副冷脸给谁看？臣怕给娘娘添麻烦。那你到底是在避嫌，还是在生气？都有。我确实不喜欢你盯着月季莲看，也不喜欢你一副和谁都能聊到一处去的样子。后来你躲着我，我便想，或许娘娘已经看明白了，所以不愿再与臣多接触。然后呢？然后臣就想，若娘娘觉得臣碍眼，臣就退开些。可退开了，臣自己又不舒坦。你这不是自找的吗？是。玉溪剑，我不想再绕了。我对你有意，不是一时兴起，也不是斗气试探。你若觉得冒犯，骂我也好，躲我也好，臣都认。你还竟说出来了。娘娘不是一直在等臣说明白吗？方锦宪，我不是觉得你冒犯，我是怕。怕什么？怕很多，怕身份，怕名声，怕以后有一天事情失控，连累你，也连累我自己。更怕我一时脑热，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。还有，我怕你现在这样，是因为一时觉得我新鲜，觉得我和别人新棍过了呢。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我们夹在中间，怎么办？娘娘是在说臣心意不坚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现在到底算什么心思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娘娘是不敢轻易应，不是不肯。那便先不应，臣可以等。等你想清楚，也等臣把事情做明白。那就1年。什么？先以1年为限，你别逼我。若我提前想明白了，也会告诉你。1年？对，1年。你不许逼我，不许阴阳怪气，也不许拿月班主乱发脾气。你单分一点，我也好好想想。好。还有，你要是中途变卦，也得提前告诉我，别让我白白把自己想的这么复杂。不会。话别说太满。那臣努力做给娘娘看。你不是来送梨汤的吗？还不给我盛？
臣这就成。这个比药好100倍。臣也觉得。方锦宪，臣在。你方才那股子要死不活的劲儿，收一收。什么？我刚提1年，你那表情像马上就要回司礼监一样，看得人怪心虚的。你最好是……那娘娘好生歇息。方锦宪，这1年里别故意躲着我了，你那样我很烦。好。掌印，你和母后和好了？勉强算。那就好。陛下很高兴。你们吵架，朕家在中间很难做。臣竟不知陛下如此操劳。朕本就操劳。那陛下便好好长大，早点亲政。掌印，你是不是在盘算什么？没有。你们大人一说没有，通常就是有。娘娘，掌印方才差莫方送了点心和1盒馨香进来，说这香安神，睡前点半炷就好。搁那儿吧。娘娘不高兴吗？我高兴着呢，就是觉得有点荒唐。荒唐？前些天我还在想，离他远一点就安全，现在倒好，1年之约都定下了。1年之约？奴婢什么都没听见。你现在装也晚了。那奴婢该恭喜娘娘吗？先别恭喜，八字还没一撇。可掌印若真的肯等娘娘1年，那也算诚心。是啊，所以我才更不敢随便糊弄。那娘娘打算怎么做？先做好眼下该做的事。若这1年里他还是他，我也还是我，那再说以后。主子，北地来信。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。另有一桩，礼部送来的春季纲程也到了。按旧例，春季由陛下与太后同往皇家寺庙主持。主子怀疑有问题。春季路线、护卫名字、沿途僧众与香客身份，今夜全部重查。属下这就去办。1年，怕是不给人消停。别又出什么幺蛾子。娘娘，掌印来了。这么晚？春季有变。什么意思？北地有变动，京中有人想趁春季生事。你和陛下，接下来一步都不能乱。明日从宫门到皇家寺庙，一共3处容易生乱的地方。我已换掉2成护卫，又让东厂的人混在香客里盯着。娘娘和陛下混在香客里盯着。娘娘和陛下只要照着我的安排走，不会出大错。你说的像不会出大错，不像不会出事。是不是北地那边的事已经迁到京里来了？有这个可能。所以明日无论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陛下都不能乱动，更不能离开太后身边。朕记住了。那我呢？我除了别乱跑，还有什么要紧的？信我。行吧，这个要求听起来最守时。若真出了事，我可以护着你。你先护好你自己，明日你只要别逞强，别乱跑，就是对我最大的保护。这是明日贴身宫人的站位，你跟紧太后，若有混乱，先护她退到偏殿，不要回头，不要问旁的。是，别人春季是祈福，我们春季是过关，我们春季是过关。等明日过了这关，娘娘再骂臣也不迟。我现在就挺想骂的。那臣先记下。等回来。启禀太后娘娘，陛下敬礼一切已备妥，只等及时入殿。很好，银子没白花。娘娘英明。母后，今日看着比往年宫宴还安静。越安静的时候，越像有东西躲在安静后面。你别离我太远。进殿后，娘娘站在地下左侧，最后一步焚戏由您来，做完就走，不多停。你呢？我看着外面。那你看仔细点，我可不想大过节的演血溅佛堂。不会，请太后娘娘焚祭文。知道了。有刺客护驾！允直，过来。娘娘小心！拦住他们！退后！退后！方锦宪，昭仪，臣护驾不力，请陛下、太后娘娘降罪。现在不是请罪的时候。封殿、清人、验尸，活口留下。伤着没有？没有，这也没有。好，先去偏殿。陛下与娘娘都是受惊过度，好在无外伤，待回家后服2剂安神汤，静养便可。掌印呢？主子在前头审话口，也在查今日护卫与寺中僧人的名乐。初步看，刺客分了2拨，一巴装香客，一巴装僧人，明显早有预谋，十有八九活口嘴很硬。但从他们身上的标记和用的毒针看，不像京中寻常死士。他们是冲我来的。
他们是冲我来的，还是冲母后同在场？谁也躲不过。别往自己身上揽。今日他们要的不是某一个人，是大玉朝的乱。你若现在就被他们吓住，才真中了他们的计。我知道。人已清理干净，春季即刻结束，回宫。长印，今日是北狄在试探，对吗？是。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打仗了？该来的躲不掉。回宫再说。洗干净了还是难看。还好，死不了。你非得这么说话？我说错了，只是皮肉伤，不碍事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没有如果。北狄动手比我预想中早，寺庙行刺只是开始，接下来他们还会在边关试探，在京中曹瑶，在朝里搅水，在京中曹瑶，在朝里搅水。若放着不管，只会越来越乱。所以你要去？我要去。你要亲自领兵？我若不去，军心难稳。那些人会觉得一个内官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，是荒唐，是笑话。可若首战是我打赢的，后面的事就简单了。你说得到精巧。我知道这不轻巧，所以我来告诉你，不是来征求你同意。你还挺直气壮。我不想骗你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第一，接住朝堂；第二，稳住赵燕；第三，给我筹钱。这是什么？我的私账。你哪来这么多银子？这些年攒的，俸禄、赏赐、庄子、铺子、旁的进项，能折的都折了。打这场仗，先拿50万两出去。你把家底都掏出来了。人活着，银子才有用。母后，长印，我能进来吗？这是朕的私库，进。父皇留给朕的，还有这些年攒下的，都在这里。朕也出50万两。允之，朕是皇帝，不能只在龙椅上坐着。长印要打仗，母后要撑朝堂，朕至少能把银子拿出来。好，还不够。什么？你们两个都先把家底按下，别一口气掏光，先各出50万两，剩下的我去从朝臣、皇商旧藏，还有那些该吐血的人身上挖。怎么挖？还能怎么挖？先要脸，再要钱，不要脸跟着祖宗一起挖。你想着坟？不是我想，是你本来就有这损招，对不对？不愧是你。北狄犯边，战事将起，国库现银不足。战事将起，国库现银不足。哀家，陛下，方掌印昨夜已经先掏了家底，共计全部拨入军费专账。娘娘，陛下与掌印如此大义，臣等惭愧。惭愧有何用？哀家今日召众卿来，不是听你们惭愧的，是来要银子的。臣先来，臣愿捐1年俸浪，若还不够，臣还有2处老家田产，也可先押出去折银。好，谢尚书记头功。臣愿捐半年俸禄，臣家中还存了些银钱，也愿意尽肩薄之力。哀家也不叫你们白掏，此战若胜，战后清鼎北地赔款，军械谋马，府服财货，除3成归国库，2成虚军服民外，其余5成按任虐账册论功回补。谁出的多，谁拿得多。还能这样？为何不能？拿出真金白银来，总得给你们点盼头。朝廷打仗，不是叫忠心的人吃亏，是叫缩在后头一毛不拔的难受。娘娘，此反虽有激励之效，可恐有与民争利之嫌。民还没说什么，你先替民闲上了。百姓不想加税，也不想看边关失血，哀家想尽法子从有钱人手里筹军费，你不炸也就罢了，还想拦？臣不敢。哼，不敢就闭嘴。再有一句废话，哀家让礼部把你捐多少银子，刻碑立在太迈门口，叫后人都瞧瞧你有多重。母后所言，兵部、内府、司里面3方共监，不得有误。臣等遵旨。你明早不让我送，是不是怕我哭？不是怕你哭，是怕我走不掉。你少来，我可没那么离不开你。那我离不开你，行不行？平安扣是我母亲留的，就等鼓是你给我的，如今都交给你。等我回来，你再一并还我。我要是不还呢？那我就来抢。方锦仙，你若回不来，就是违约。你说过不会伤害我，可你不回来就是在伤我。我知道，所以你必须回来，不许死，不许残，不许把自己耗空。你若真敢把命扔在外头，我就把你那1字账本、堂和衣裳全烧了，一样都不给你留。好凶！
你怕了？怕，所以我会回来。等我回来，等事情都定下，我们再认真过日子。好。娘娘，掌印若知道您还是来了，他会知道的。娘娘，掌印好像看见您了。走吧，再看下去，我就真不想让他走。报！北疆首战告捷，方掌印夜袭敌营，烧粮3座，斩敌2000。继续念。敌军舱门后退，边关军心大举。娘娘，募捐银子已入账大半，但还有几笔商税尚在路上，若要提前支付，只能先挪别处。能挪就挪，别影响赈济。还有，谁敢在募捐账上动手脚，直接拿下送司礼监。方掌印不在，也照样有人收拾他们。娘娘放心，兵部那边臣盯着，少一车粮，臣都能把人揪出来。兵部那边臣盯着，少一车粮，臣都能把人揪出来。抚恤一项也要快，战报上每多一个名字，后头便是一家人的命，绝不可拖。说得好。西堂如今已招到27名学生，文娘子把故事讲得活了，孩子们学得很快。可以，可否开晚课识字？再添2位夫子，数成减半，先把人留住。女子愿意来学就是好事。报！北狄内论，新汉王田使求和。陛下万岁！太后娘娘万岁！母后赢了。赢了。娘娘，前头传来消息，掌印大人明日午后便能入京了。这么快？真的。这么快？真的。磨坊已经跟着先回了一程，说掌印大人一切安好，只是瘦了些，人却精神得很。知道了。娘娘明日要不要去营？不去。啊，我等。自己回来找我。谁？送暖炉的。暖炉不缺。那就送方锦妹。我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答应你的，我怎么敢忘？给我看看哪里有伤。都是旧伤，不碍事。你呢？我可厉害了，朝堂管住了，银子也抠出来了，西堂也开起来了，允池现在会自己警示了。我知道，你真厉害。欢迎回家，方锦仙。启禀掌印，昨日江南商税已入账36000两，相关明细在此，无旁议。下一个。启禀掌印，河宫第2区修饰已完，余银500两已退户部，明细在此。都退下吧。启禀掌印，下月礼仪安排已核对过，与旧例无冲突。只待陛下和太后最后过目。散会。掌印，我早就说过你得跟上。行，臣记下。这才叫日子。喜欢。喜欢，尤其是知道以后这里真会是家，就更喜欢。那便好。对了，我们的1年之约还算数吗？方同学，考察期表现良好，现正式通知你转正了。那臣谢娘娘恩典。恩典只有这个。若娘娘愿意，还可再赏臣1个名分。你现在胆子是真的大了。是你惯的。母后，掌印，你们竟背着朕先来这边躺着。过来，给你留位置了。陛下，慢些吧。那朕以后也能常来这里吗？当然，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。